喺現今呢一個咁忙碌、事事以效率為先嘅社會，好多人每日嘅工作量已經多到難以負荷。你有冇試過？明明我諗好咗今日一定要完成呢樣好重要嘅工作，可能係一個向客啊或者老細去 present 嘅 proposal 啊 PowerPoint 咁樣，能夠表現你嘅工作能力嘅一份好重要嘅設計圖或者係 program， 但係一返到公司，唔知點解你就俾各樣唔同嘅工作纏身，搞到你完成唔到你想做嘅嗰樣嘢。又或者到你有時間做嘅時候，你又攞唔出最好嘅狀態。明明我琴晚係有好多嘅靈感㗎，唔知點解到你今日做嘅時候，哎呀，我又覺得呢樣好似唔得，嗰樣又好似唔得咁樣，然後一啲負面嘅情緒又好唔啱時候咁樣湧出嚟，影響咗你嘅判斷力同埋創造力，令到你完成唔到嗰樣工作。眼見 deadline 就到啦，只能夠馬虎了事，結果就損失咗一次表現自己嘅機會。但有冇諗過，其實唔係你太渣，而係你對自己身體嘅運作模式唔夠了解，所以先發揮唔到你原本應該可以有嘅最佳狀態。又甚至乎你認為嗰啲最唔合時而出現嘅負面情緒，其實都可以用嚟提升你嘅工作表現同埋成果嘅。呢一本每天最重要的2小時係專門寫俾創意工作者 freelancer、一般嘅上班族同埋專業人士所寫嘅工作策略書。呢本書嘅作者 Dr. Josh Davis， 佢曾經擔任哥倫比亞大學心理學助理教授，而家仲係紐約神經領導力研究院嘅總監暨首席教授。經過佢長年對神經科學同埋心理學嘅研究，同埋佢自己同一啲高效率而且快樂嘅人，重點係快樂吓嘅人做事啊，或者為佢哋提供 consultation 嘅經驗，佢參透到嘅啟示就係人體唔係電腦。我哋嘅生理狀態係會影響我哋嘅思考模式嘅，即係話無論你係幾聰明幾叻都好，如果你個人好攰冇晒精力嘅話，你係點都冇可能做到你係 full power 充滿精神嘅時候一樣嘅工作表現。如果你想知道點樣拋開對效率工作模式嘅迷思，創造每日最重要、最有高生產力同埋創造力嘅2小時，等你可以優先完成每日最關鍵嘅工作嘅話，就唔好錯過繼續睇落去啦。Hello， 大家好，歡迎翻到嚟做姐做咩啫呢個 channel， 我係阿做。今年新嘅一年，我決定開始一個新系列，就叫做做姐說書說書說說書。呢個新系列係專門為各位忙碌到冇時間睇書，但係又想增值自己人而設嘅。每一集我會精選一本個人成長或者對人生好有幫助嘅書，為大家解說裏面嘅精要內容，等大家可以用聽嘅方式去培養讀書同埋增長知識嘅習慣。如果你都想令人生有所改變嘅話，就快啲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 同我一齊學習啦。好，唔講咁多 ，Let's begin。1. 辨識每個決定點。喺我講乜嘢叫決定點之前，我哋先嚟講一下大家一般會對效率 efficiency 會有嘅常見迷思先。好多時我哋會將生產力同埋效率掛鈎，尤其喺現今呢一個咁忙碌、工作壓力咁大嘅社會入邊，好似要不斷咁樣做嘢，展現到你好有生產力，先至 prove 到你喺公司嘅價值同埋重要性。但係事實係咪咁樣呢？你每日聽咗50個電話，覆咗100個 email， 去咗100萬個會，係咪就代表你好做得嘢呢？好多時你返到公司，每日會有10萬樣嘢要做，但係當你每做完一樣嘢，你會唔會花5分鐘嘅時間去思考一下下一樣應該做乜嘢呢？定係你只會腦入邊諗起邊樣你就做邊樣？因為你覺得停喺度冇開始做呢樣工作嘅話，就係浪費緊時間。又或者當你全神貫注咁去做緊一樣嘢嘅時候，突然間俾同事打斷咗啦，又或者係電話響嘅時候，當你處理完呢啲中途插入嚟嘅事件之後，你會唔會放低你原本手上做緊嘅工作，諗下啊，我而家呢個時間係咪要去為半個鐘之後嗰個會準備一下工作內容呢？定係你只係想盡快入翻頭先嗰個全神貫注嘅模去完成剛才你未完成嘅工作？如果喺呢2個情況下，你都係會選擇前者，即係你會花時間去思考一下之後應該開始一樣咩嘅工作嘅話，咁就恭喜你啦，即係代表你又好好咁樣利用每一個決定點啦。決定點呢，就係發生喺當我哋個腦啱啱完成完一項神經例行程序 neural routines， 而又未開始實行下一項嘅之間。因為我哋個腦主要係會有2個運作模式嘅，第一個就係自動而無意識，就好似我哋刷牙、洗面、揸車，我哋會好似行咗一個 autopilot 咁樣，除非有一啲外來嘅因素打斷你，否則你嘅身體係會無意識咁樣運作，直到你做完呢一件事為止。而呢一個狀況就會稱之為個腦入邊要實行嘅神經例行程序啦。而我哋嘅腦第2個主要運作模式呢，就係有自我意識同埋考慮嘅功能。
呢個模式就係當我哋行緊自動模嘅時候發生狀況，我哋嘅腦就會自動切換去另一個模式去幫助我哋決策。而呢個轉換嘅點就係我哋所講嘅決定點啦。咁呢個決定點對我哋嘅工作效率又有咩用呢？點解作者咁特別鄭重我哋要去辨識呢一個決定點呢？或者我先講一下一個比較生活化嘅例子先。我諗每個人每日返工之前都有一個既定程序，即係由你起身到出門口返工之間係有一個既定嘅 routine 嘅。可能係刷牙、洗面、換衫、化妝、洗頭、食早餐、着鞋、出門口。因為你已經太習慣每日都做呢一套動作，基本上你唔會特登諗刷完牙、洗完面之後你要做啲乜嘢。但係當有一日你遲咗起身，你未必有足夠嘅時間去完成晒呢一套嘅動作，咁咧你就會非常之利用每一個決定點啦。可能你刷完牙、洗完面之後，你會選擇唔洗頭，因為只要唔洗頭，你就可以慳咗洗頭兼吹頭嘅時間，而直接化妝換衫返工。呢個就係你思考過而得出嘅決定。然而翻返我哋嘅工作環境嘅時候，好多人有時就唔識得點樣去利用呢一個決定點，因為佢哋太習慣一返到公司，我打開電腦我就習慣咗 check email， 然後你一入咗嗰個 check email 嘅模，可能你就會睇完一封，跟住覆 email， 睇完一封又下一封又下一封，然之後因為你太習慣呢一個模式，以至到你係跳唔到出嚟。明明你有一樣工作你已經諗好咗，我一定係 lunch time 之前要開始噶啦，但結果因為你進入咗呢一個神經例行程序，唔直到有同事話俾你聽 lunch time 啦，你都唔識得停，結果你就發覺，哎呀，點解我冇做到我話咗今日一定要開始最重要嘅工作呢？因為有時就係因為嗰種好想快啲做下一樣工作嘅緊迫感啦，會令我哋不加思索，腦入邊諗起乜嘢就做乜嘢。有時咁樣係比起你花5分鐘根據重要程度而選擇下一樣開始嘅工作更加浪費時間。唔好為咗慳嗰5分鐘，結果嘥咗一整個下晝嘅時間，搞到你嗰日最關鍵嘅工作掂都未掂過。好啦，學識咗邊啲時間點係我哋珍貴嘅決定點之後，或者你以後就冇再咁討厭喺工作緊嘅時候俾人打斷啦。2. 管理心智能量。心智能量就好似我哋腦入邊嘅 battery 咁樣，當我哋要發揮專注力同埋創造力嘅時候，心智能量就係我哋必須要嘅燃料。人人都希望我哋做每件事嘅時候都可以係最佳狀態，可惜每個人一日分配到嘅心智能量係有限嘅，所以要想每一個工作日都可以創造出最高效率嘅幾個鐘嘅話呢，我哋就需要取捨啦。但係想知道點樣去根據我哋嘅心智能量狀態去編配可以做嘅事情嘅話，我哋首先要知道乜嘢事情先係最消耗我哋嘅心智能量嘅。我哋嘅腦最主要就係掌管我哋嘅執行能力。所謂嘅執行能力包括做決策啦、規劃啦、必要嘅時間、短暫咁樣記住一啲人事物，仲有克制。無論你係要控制或者克制你嘅行動、感覺、想法，所有呢啲嘢都係屬於克制力。所以即係話，幾乎所有嘅事情都係會消耗我哋嘅心智能量嘅。而且無論係大決定定係小決定，都會消耗你嘅心智能量。唔會因為嗰個係小決定定係大決定而消耗多啲或者少啲嘅能量嘅。而且做決策同埋自制力之間係一個好重要嘅關聯性嘅，因為當我哋喺一件事情上面消耗咗太多嘅自制力之後，我哋之後做另一件事嘅時候，就會變得好難有幹勁再去將其他嘅事情做好佢。而調翻轉，其他一啲需要我哋大腦去發揮呢個執行能力，即係頭先所講嘅做決策啊、規劃啊等等，都會對我哋嘅自制力造成負擔。明尼蘇達大學同埋佛羅里達州立大學就曾經做過一項實驗，佢哋請咗2組學生去睇下一啲課程嘅目錄，一組咧就只係需要睇，諗下邊一科符合佢哋嘅需要就得啦，而另外一組咧就需要做決定，要揀出佢哋將要選修邊一科。基本上呢2組嘅學生做嘅嘢係一樣嘅，只不過一組係要做決定，而另一組係唔需要嘅。而為咗檢視一下呢2組學生做完頭先呢一件事之後，仲剩翻幾多心智能量呢？佢哋咧就被要求去做另一件事，從而再觀察佢哋可以撐到幾耐。佢哋邀請所有學生去睇15分鐘嘅書，然後去參加一項測驗。但係睇唔睇書咧就並唔係強制嘅。喺呢15分鐘入邊，佢哋可以喺等候區入邊自由打機啦，或者睇其他嘅雜誌啦。佢哋咁樣咧係想模擬一下真實世界嘅誘惑，考驗一下學生嘅自制力。結果嗰組必須要做出決定去揀咩選修課程嘅學生咧，只係平均睇咗8分鐘嘅書啫。相反，另外嗰種唔需要做決定嘅學生，佢哋平均係睇咗11分半嘅書。而呢一班嘅研究人員之後亦都做咗其他嘅實驗，亦都反映出無論你嘅決定嘅重要性啦、規模啦、嗰件事嘅性質啦，都唔會改變需要做決策嘅實驗對象
喺後續嘅事務需要展現自制力嘅影響性，好似好深奧。換言之，即係話，即使你係做一啲生活上好細嘅決定，都係會消耗你嘅心智能量嘅，導致到你之後嘅自制力會降低啦，亦都會好影響你嘅決策能力嘅。所以我哋就要策略性咁去選擇你嘅 to do list 上面嘅事情嘅執行次序啦。例如你嗰日最關鍵嘅工作係要做一份企劃嘅 proposal， 呢份 proposal 係好需要你嘅決策能力同埋創造力嘅。但係如果你返到公司我都係想睇下 email 先，睇下有冇啲好重要嘅人啊或者 email 需要我去回覆佢嘅。回覆一個 email 其實涉及好多嘅小決定，例如對呢件事情嘅答案係乜嘢啊？我應該點樣回覆佢啊？邊啲字眼先係用得好啊？你明明係一樣好重要嘅工作要做，需要花費好多嘅心智能量，但係你就俾呢啲無數嘅小決定消耗咗你嘅心智能量。到你有時間做呢份 proposal 嘅時候，你就會發覺，點解我諗唔到嘢嘅？或者我專注唔到？點解好似呢一個 idea 冇我琴日諗緊嘅咁好嘅？而家諗落好似好 stupid 喎。然之後你就會引發好多嘅情緒，你仲要想用一啲克制力去克制，唔得，我而家就係要做好呢份嘢，可唔可以唔好有呢啲情緒出嚟？唔好意思，你個腦係唔識得乜嘢叫唔好嘅，你越諗佢就會越出嚟，然後你就想克制佢，變相你就消耗咗更多嘅心智能量，而導致你進入咗一個心智疲勞嘅狀態。所以要想避免心智疲勞，就試下以下呢4點啦。第一，係朝早首先完成你最重要嘅任務，以免你嘅心力俾無數個小決定消耗晒。二，將你 to do list 上面嘅事項分類為重要決定、創意或者其他雜項，然後再加以編排，唔好諗到乜嘢就做，浪費精力。或者可以將一啲無聊嘅雜項放喺下晝食完飯會瞌眼瞓嘅時候做啦。三，將一啲每日要做但係冇咁重要嘅工作時候放喺下晝，用1個鐘就完成晒佢。要記住，工作係做唔完噶。而且我哋唔係機器，我哋唔需要亦都冇可能做到每1分鐘都表現非常優秀，每1分鐘都可以展現到同一個水準嘅生產力。所以我哋其實可以試下策略性咁樣嘅唔稱職，將我哋嘅心力留俾最重要而且最值得使用嘅工作上面，反而會為我哋帶嚟更大嘅成效嘅。4，非常忙碌或者重要工作日嘅前一晚，預先做咗一啲小決定先。例如聽日着咩衫啊，早餐食啲咩啊，或者係編排定聽日全日工作嘅 schedule。等我哋聽日瞓醒之後，喺我哋心智能量最充滿嘅時候，可以直接就去做我哋最重要嘅工作，而唔需要俾呢啲小決定去花費我哋嘅精力啦。好啦，今集嘅內容就去到呢度啦。我哋今集講咗點樣辨別決定點同埋管理你嘅心智能量。重點咧就係所有事情都係會消耗我哋嘅心智能量同埋時間嘅。我哋要策略性咁去安排工作，唔好因為就手諗起乜就做乜，誤以為咁樣就係有工作效率。要將時間同埋精力留俾我哋覺得最重要同埋最值得嘅工作度。好啦，下一集我哋會講下點樣對抗分心，必要嘅時候點樣短暫咁樣去補充心智能量，同埋點樣打造對自己有益嘅工作環境。好啦，中意呢條片嘅話，記得 like and subscribe 同埋 share 俾你覺得有需要嘅朋友。喺 comment 下邊話俾我聽，你試完之後對你嘅工作效率有冇幫助？好，我哋下條片再見，拜拜。哎呀，Oh my fucking god！ 完成咗一項神經咁你做啦，又要入嚟，又要擺個 pose。